现在的青鸟不就是当年的麦卡锡信奉者？公开指控你就是现代绿色麦卡锡。自由民主环境为什么会让你接受单一资讯？本身的事情矛盾的，让你慢慢的赤化，好像苏联不是解体了吗？都八种好棒，完全靠造谣在做节目。我们的政府绿媒给他节目上好上满，把他的流量灌好灌满。麦卡锡就是失败，用恐共情绪来杀人。国民党跟民众党要阻止民进党推翻《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两岸特殊关系，两岸之间只有户籍问题，没有国籍问题。陆委会、海基会还存在，代表两岸之间不是两个国家的关系，把对岸当成一个放弃国籍的外国，动作挑衅非常危险，落实赖清德的新两国论，把理台独的第一步。造谣说有什么据点，这个绝对是谎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公开指控你就是现代绿色麦卡锡。在历史上真的会弄现在追杀的每一个案子，他都没有确切实据。说陈玉珍输掉，还害黄捷上车，黄捷跟着翻车。说詹香春也是输掉，所以极其恶劣。八炯中州也是中字辈。其实苏联有一个间谍逃到美国之后，他有接受记者的访问，他说他们共产党最擅长利用洗脑的方式，而且是在民主自由的环境之下，让你接受单一资讯。民主自由环境之下，如何只接收单一资讯？八炯好棒，我只看八炯。自由民主环境为什么会让你接受单一资讯？本身这两个事情就是矛盾的，让你慢慢的赤化，好像苏联很好。问题是苏联不是解体了吗？麦卡锡主义也称第二次红色恐慌，特指没有足够证据的指控对人格和名誉的毁谤。第一句话不就八炯最近在做的吗？陈玉珍，你是不是有中共身份证？詹香春，你是不是有中共身份证？他现在还出来打徐小新。台湾有5处办中共身份证的地方，证据在哪里呢？新北、台中共5处可办中共身份证。徐小新就呛他，如果没有的话，你要不要道歉呢？但是刘世芳说，目前掌握的人只少于10个啊，这不就符合了麦卡锡的定义吗？大规模宣传和不加以区分的指责。他现在所有的20万身份证的说法，来自一个诈骗犯叫林金城嘛。20万人是太夸张了。帮打詹香春花了3天在追查詹香春，追了老半天，他自己也没有把人家前后文看完。他说了，詹香春说了中国身份证是根据我国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你指称的。从头到尾拍这种东西，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这种讲法，这不是标准的麦卡锡主义吗？他竟然会觉得是痛骂什么叫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难道不应该斥责吗？麦卡锡主义最终导致大量的好莱坞黑名单，有人被送上电影死亡。这个在受害人罗森堡夫妇这对夫妻，因为被怀疑跟苏联进行间谍活动，在同一天被送上电影。这就是麦卡锡主义的危害。到现在查不出实据，只因为他们针对共产党的言论，他们的自由思想活动又怎么样？你没实证，你能把他送上电影吗？所以八炯，你真的知道你在讲什么吗？他最在意人家说他没读书，可是恰恰相反，真的有读书的人根本不会花时间去解释要不要读书这件事嘛。读书不就生活基本功吗？每天正常就是要这样嘛。所以这是叫做没有的东西拼命提，越提越心虚，痛骂什么什么麦卡锡主义，你就不懂麦卡锡主义有多严重，用恐共情绪来杀人，没证据，在一个号称民主自由法治的美国来杀人。他们还不是什么有色人种哦，真正的白人被抹红之后，最后一步一步的就走上了电椅之上。公开指控你就是现代绿色麦卡锡。在历史上真的会弄现在追杀的每一个案子，他都没有确切实据。说陈玉珍输掉，还害黄捷上车，黄捷跟着翻车。说詹香春也是输掉，所以极其恶劣。麦卡锡那个时代，1950年资讯传播更慢，完全靠造谣在做节目。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绿媒交相呼应，给他节目上好上满，把他的流量灌好灌满。已经都发生过的事情，他竟然还可以反过来说，哎呀，大家去指责什么麦卡锡，你是怎样？你脑袋有问题哦。麦卡锡就是失败嘛。现在的青鸟不就是当年的麦卡锡信奉者？他所有宣称的5个中共身份证的申办处在哪里？在新北市就有2个据点，台中市有3个据点可以办中国身份证。徐小新说，你来找我陈情，他会找警察移民署去查，有的话就抄掉，没有的话八炯要不要出来道歉啊？温姓男子多次爆料都被踢爆，没有这个事情，指控宋楚瑜是大陆的统战处长指派人。他是那个宋楚瑜那个人派过来，大陆关系很雄厚的中央人。
亲民党也发声明强调，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下恶意指责、入人于罪，已经污蔑宋楚瑜名声，影片制作者必须负起应负的法律责任。影射网红钟明轩都没有提出证据，不断的在台湾制造纷乱。请问你陆委会还有国安会、国安局，你们不应该去查一下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政治立场，可是你要有实据啊！如果都没有证据，不断的去讲似是而非的话，难道不应该查吗？结果后来发现大部分是陆配的问题，中国身份证只有在闽台融合示范区有少量的可以被申办，这些据点什么时候要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抄。两岸身份证没有那么容易啊。我也公开呼吁我呼吁在野党要合作，保障人权。两岸条例，赖清德总统去年520上台之后，一直不肯讲的法律，大家一讲这个法律，他讲的新两国论全部破功嘛。两岸是特殊关系，不然就不会有陆委会。陆委会如果没有存在的价值，就要废掉嘛。可是陆委会现在还存在，海基会也还存在，代表说两岸之间不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它是两岸特殊的关系，所以才会有陆委会吧。对，架构之下，两岸之间没有国籍的问题，只有户籍的问题。大陆的配偶来台取得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他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他从大陆地区到台湾地区，他取得台湾地区的户籍，自然而然就没有大陆的户籍。两岸之间只有户籍问题，没有国籍问题。内政部用国籍这样的要求课予里长跟议员太过于沉重的责任很有问题。我们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岸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国家。请问你那这样子，里长跟这个议员要怎么出示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证明？这是很荒谬的一个情况。而且熟悉两岸实务的人都知道，在大陆要取得这个大陆的身份证是非常困难。如果要到大陆去发展，广州、上海也好，你要取得他们身份证，你以为很容易吗？并不容易。他们有很多规定，很多的条件，绝对不是这个巴炯讲的什么在台湾设几个据点，只要你来申请就有了。你任何稍微懂两岸实际社会情况的人都知道，要取得大陆的身份证并不容易。造谣说这个有什么据点本身就可以的了，要把对岸当成一个放弃国籍的外国，动作本身明显挑衅，而且非常危险。这就是落实赖清德的新两国论、法理台独的第一步。当你用涉及到两岸条例，明明有大陆户籍跟台湾户籍过去的实力这么多，你都可以视而不见，完全放弃，直接把它切入用国籍法来看，就是法理台独的第一步，情况非常严重从大陆地区的人民转成台湾地区人民户籍的转换，这个都是很明显的，有文件跟证据，不容内政部胡搞瞎搞。国民党跟民众党要阻止民进党法理台独的第一步，他们要去推翻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代表说放弃了宪法的架构，你放弃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框架，要走新两国论的法理台独道路，非常危险。你对大陆的社会有点了解的情况下，你就知道说不是那么容易。当巴炯这些人来讲说什么随随便便就可以取得身份证对我们这些比较了解两岸人来听起来就是天方夜谭，感觉好像只要你在这边登记，马上就可以拿到他们身份证一样，还人家求你，还有什么还有钱赚什么，这个绝对是谎言。